接着为您播出气候战役在台湾。本节目由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赞助。换装一颗 LED 灯，一年减碳70公斤；喝咖啡使用环保杯，一年减碳4.01公斤；上班出门前记得把保温电热水瓶的插头给拔掉，一年减碳157公斤。面对气候战役，对抗地球暖化，可以是个人的事，更需要政府及企业的参与。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邀您一同寻找既能提升生活品质，并可大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提案。欢迎收听《气候战役在台湾》。欢迎收听《气候战役在台湾》，我是共同主持人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张扬前阿甘。一系列我们在讨论绿反错这个议题，当然我们从国际的相关的这些政策，不同政府他们的一个政局的一个变化，间接去影响到，有些不是间接，有些是直接去影响到在整体的气候治理上面。那当然在台湾我们也看到，虽然政府很努力的去把绿色能源希望能达到当初一开始设定的目标，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达标，而除了没有办法达标之外，其实在这几年大家也看到在台湾有许多人，大家对于绿能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已经从一开始大家都很支持，希望能够尝试，希望能走在全世界领先者的地位现在开始有不同的声音，那有一些抗争，那渐渐的现在甚至造成了一些信任的问题到底这些在台湾本土所发生的这种绿反错的现象，它有没有一个背景是造就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它有一个潜在的什么样的因素？那它跟国际上这一块又有哪一些的联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在研究风险社会这边算是第一把交椅这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看老师的文章台湾大学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周桂田主任，那他长期以来也是在针对台湾，不论是在绿色转型也好，或是在公正转型也好，投入相当多。那今天会来跟我们来谈谈绿反错的议题，是不是请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阿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周老师大概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以台湾在做这种绿色转型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投入绿能在投入气候治理也好，其实在亚洲来说一开始其实并不算快，但渐渐的我们开始看到各方面好像动起来了，那不论是离岸风电也好，太阳能也好，渐渐的大家开始往一个方向走。可是走到2025年，我们突然又发现好像目前似乎碰到的一些瓶颈有些人会担心离岸风电对渔业可能会造成的伤害，那最近也有一些诉讼。那太阳能光电在某些地方有些是被当地的这些角头把持，然后又变成一些土地开发，那甚至我们自己碰到的是像储能，这个在对于稳定电网其实是有帮助的。那民众现在也会担心说大型的储能电厂的安全性的问题，很多的标案现在一开始是不敢讲地点的，因为一讲地点大家就围上来了。那当然还有像是之前有这个电动车，然后是不是应该补贴，那另外像是电车跟燃油车等等的这些冲突我不知道老师您一开始能不能先让听众朋友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观点来看就是像绿色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进到台湾社会之后，从您一开始接触到现在，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质变跟量变？好，我先讲一下那个国际上的一些架构或案例啦，我们比较可以了解台湾其实是会绿反错也不孤独啦先这样讲，我在德国念书，后来我1999回来嘛，后来陆陆续续回德国。那德国其实在很多太阳能光电也要砍伐一些部分的森林啊、林地啊，或是高原然后我们其实2010我也请了澳洲的朋友Richard Hindermesh， 他也是做这个整个澳洲那个离岸风电的抗争就很多例子。其实基本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绿能或是再生能源跟生态的冲突，然后就绿的冲突。那这种冲突当然一定会存在因为其实
大家的一个想法是说用绿能作为干净能来取代化石燃料，但是事实上还是会遇到生态的问题噪音的问题，还有这个余电补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整个在国际架构本来就会发生的。好，那台湾基本上说龙台而购台湾基本上在再生能源的，就是我们在能源转型基本上比这些国家都慢了10到20年所以你如果回去看欧洲非常多国家其实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大量推动能源转型。那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背景，就是核电到底要不要核电，那到底要不要核电就会推起到是说，即使在2001年有所谓的非核家园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出来，但是大家还是在这个争执底下，所以变成是说用核电的人就反对绿能然后这个反核的人其实在一些架构底下，其实台湾在最早2005年就开始有类似的这种绿能的发展出来，然后2009马英九总统那时候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可是我每次到国际上去 present 我就觉得这个很帅啦我们到2015年16年我们的这个绿电而且那时候电力没有，2015年大家还记得吧，台湾经济实在没有太景气嘛我们的这个绿电的成长应该从我的统计数是从2001年到2015年16年，扣掉灌场水利3%多，就是这10几年来增长不到1%那当然这是谈对它的发电量，那当然它的 install capacity 装置量根本不高，所以台湾是就是说没有再走上这个所谓的能源转型这个轨道。那到小英政府来就强行推嘛那它战略上是对的就是说国际上要赶快摆脱化石能源，而且事实上能源转型也不是只有为了所谓的绿能而减少这个碳排推能源转型，因为呢事实上绿能在非常多国家包括韩国都把绿能产业科技当成重要下一波的这个竞争的科技产业。所以韩国很早，韩国其实2009在他们的绿色增长策略，那时候李明博总统在的时候就把绿能当成很重要的，他们要作为亚洲的绿能的枢纽。我们台湾是一直到2014才喊出来，2012那时候白马政府时期还有什么千架风机的一些概念，那真正推是到2016之后。那当然小英那时候刚开始推再生能源，在政治上政策上也都受到很多的不一样的阻碍程度了因为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核能，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跟有一些朋友讲说，无论永核跟反核都没有关系，都不应该去阻碍绿能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趋势，而且它已经变成了国际的品牌厂商要求的真的 green energy 那在这个架构底下，就下一波就是小英到赖清德总统，现在赖清德总统现在喊出能源转型 2.0 嘛，可是 1.0 就会产生，因为战略上方向是对的，可是在实施的战术上就开始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刚刚还跟这个阿甘在讲说，那个问题不会只是绿能而已，而是我们台湾在整个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治理的这个架构本来就有问题，就是我们中央强地方弱中央强地方弱，所以当一个国家在要推行绿能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跟这个地方的治理做一个牵合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那各位知道我们的地方政府有一些其实是派系把持嘛甚至过去我们都经过台湾省议会的时代了过去台湾的地方的这个县代或民代基本上有一些是黑道出身的，后来转到省议会嘛，省议会还废了刚到有一些刚到立法院的时候还有这个大亨的背景，黑道背景，现在当然是比较少了，可是这个是台湾的现实的地方治理策略现况在这样的地方治理现况里边，你一个政策的绿能铺展下去，事实上你没有做更多细部的战术上的一个推演，就会出问题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后来开始有所谓的绿能先行区或是余电先行区，这我待会讲。然后后来到了去年这个颁布了能源用地白皮书，未来都是要去解决这些冲突。那这些冲突其实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社会的参与那包括现在的那个能源用地白皮书非常强调是社会的参与
非常重要嘛。那你随便上网收集一个例子，就会讲到我们有一个渔电区的一个阿玉他自己养殖的这个养殖场被划成所谓的渔电先行区，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参与，所以被划进去的时候，刚开始一定是抗争。我想非常多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在这个中央部门在划一些绿能区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跟地方商议的，没有跟地方政府商议，没有跟社区商议，所以这个问题一定会产生抗争。你想想看，你原来在做的东西，你产生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再丢一些 idea 给大家。2年前大家应该听说台糖这个有一块林地嘛，对不对？它是种这个所谓的毛豆嘛，OK 嘛，结果是说要做这个太阳光电板嘛，一定是冲突嘛，这里边有没有比较好的 solution？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有，但是这个东西铺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负面的新闻，就说没有跟农民参与协商啊，没有怎么样做细腻的。台湾遍布大大小小都出现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包括我想整个慢慢的已经解决到所谓能源转型 2.0 或者能源转型 1.0 到应该是到了2020年之后吧，很多问题都陆陆续续出现了嘛。那这些出现现在慢慢在找到一些 solution。所以如果再回到我们看日本的例子，他们是会协商共享，这个策略是对的，我想这个一定要 engage 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先讲到这边。对，老师这边我当然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因为听老师提到这一整块，其实老师在某些的政策这边也都有实际上去参与，也有观察到有这方面，不论是反扑也好，或者在实行执行的并不是这么细腻首先我记得在一开始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那时候不论是看老师这边智库所出的这些报告，或者其他的倡议团体，其实大家都很常强调，比如说民众的参与知情权，理论上绿能应该是要更民主的，更让更多人可以参与的。可是我们看到后面的发展，其实发现怎么会突然东部海岸要盖风机球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变成在地的团体他们必须要去做抗争，然后离岸风电当然之前有渔船的就是渔权的这个问题嘛，那你现在看到其实有环保团体也是在为渔民在做这方面的权益的一些伸张，那农地更是了。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就风电厂商在做这种规划的，他说他们负责跟地方在做沟通的有面试过很多人，其实很多人是怀着很美好的理想想要进到这个产业，就说只要我去我就可以跟当地怎么沟通。然后我那个朋友私下跟我说，他知不知道他上一个这个位置其实是个黑道，因为黑道才能跟黑道就是有沟通，会知道说他们到底要什么，然后他可以怎么去巧，但是用合法的这个角色。就这中间这个落差是到台湾就一定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吗？还是这个其实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到一个地方的这个体系，或者是说刚刚老师有提到中央强地方弱，所以很正常的就是中央的好的政策到地方之后就会变成原本地方运作的那样一个趋势。就是如果回到整个能源转型过程，是说中央刚开始比如说能源局现在能源署嘛，他接到的指令是说，比如说2025要20 GW 的这个再生能源嘛，那这个架构就出来，所以他要全力推嘛，那在这个推的过程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是可以跨部会协商更清楚的？比如说刚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这个在中华民国政府，我其实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不太存在，就本位主义就比较多了所以如果一开始有比较好的协调机制，比如说哪一些土地应该怎么样使用，或是不利耕地区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应该过去都盘了盘的过程里边跟在往前推进的过程，事实上是要准备比较足才往下。如果是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协调好的话，就往下走。那当然我们比较理想是中央定政策嘛，地方执行嘛，然后最好是市场机制来执行嘛。可是台湾的地方的市场机制可能就会被部分的因为地方的派系把持，或是有一些黑道的状况嘛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像我刚刚讲就会产生嘛。所以如果是说理想机制是这样的话，那现在遇到了现在
地方治理现实的问题，跟中央跟地方现实问题，我觉得就是要 tackle solution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个理想型的，它一定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说，这个能源用地白皮书出来了，然后开始鼓励参与，开始鼓励对话。那以前是参与跟对话是比较少。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好了，就是这个当然要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在总统府的气变委员会的分会里边，大概在11月底12月初，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分会有听到是说这个地热现在因为太阳光电也到一个瓶颈嘛，太阳光电我们待会可以讲，应该是往屋顶型的我想这个大家一定很清楚的一个要走的路线。那风电也慢慢离岸风电有300多支了嘛，对不对？好，现在地热要开始，因为它可能真的是机载因为它现在它比较可以避免这个夜间风真的出现问题。是好，那我们到2025的时候，到现在地热目标是20枚嘛，而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说，希望到2028、2030到非常高，我现在就不讲几 gigawatt， 后来现在应该是修正2030要到1.7 gigawatt。那这个我在会中我也提出批评，因为就说经济部在成立要推这个地热的时候，这个划分这个时候，事实上有工作小组。那时候还连次长他现在辞职了嘛连次长当召集人，然后底下有什么技术评估组什么组什么组，那我就说那你们这里真的缺乏一个社会治理组那我们的概念，你如果去跟地热协会王守成他们谈，就是说他们很直接嘛，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原住民区的朋友他们需求什么他们的那个各种问题什么，你就要下去开发，然后你又沟通不了，那人家为什么要让你开发那地热很简单，有一些基本问题我们待会有机会再讲。所以现在应该在环全会那边辅助底下嘛，那个金轮那边就成立一个流域联盟嘛。那流域联盟我们知道的说他们态度不是反对，而是他们就是希望更多的参与跟协商。我可以告诉你，这也是公民科学啦或是说公民知识，说我可以跟你协商，告诉你怎么样来做，然后大家是在一个共享的一个机制底下。那当然就大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金额这么大，哪有可能像纽西兰那种共享机制？那台湾就要找出台湾的模式啊。他可能开始不是说这个居民一定可以共享，可是你在规划在进入场域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尊重地方的团体，然后让他们来协助来做。那现在经常有的情况是说，这个地热开发为了避免是说传统领域嘛，他们就开在私人领域嘛，私人领域就可以规避这个一些族群同意的架构嘛。问题就来了，你开在私人领域，其实你也在人家邻近的社区里面弄嘛，就车辆还是会经过啊，对，还有注水的这些井，还有现在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就是原民团体讲说地热挖下去，那个是在底下流的所以那是超越这个所谓的刚刚划分的行政区那这怎么算呢我是觉得这个都是要找出 solution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众基本上都是良善的，可是你就是这种参与的文化跟机制没有搭好，当然就会产生我们看到的问题。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在谈工程转型嘛就是我去 review 台湾过去从1980年代末到现在那个劳动的抗争跟环境抗争。那我们知道台湾大概2011年国光石化以后就没大型的环境抗争，后来就转成空污嘛。就说这些台湾过去怎么对待土地、对待劳工、对待环境，这些就会形成我们镶嵌的不信任，有点学术的用语，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治理的方式是让我们的民众对政府任何政党执政都一样是不信任的你跟我讲说这个焚化炉有条件通过，他后来去烧当时答应不该烧的东西所以这里边有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治理的架构底下没有建构好一个民众信任的机制，所以这个不信任是一直延续到现在新的绿能这个产业出来。所以我要讲嘛，我们现在看到说AI 有龙井台湾会机器人这个制造你怎么知道过了10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半导体就是台湾耗电的这个我就不要讲那些名词的了就民众开始会，那对土地的飞涨那个都是很大，我们就要看到区域衡平很长远的问题，就是那个到了一个 tipping point 可能就会转向。我们现在虽然是它是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东西，可是你在很多的东西现在拉回的就不只是绿能的问题，就你在区域发展的问题跟那个整个治理的架构，你没有慢慢把它调整跟修正回来，以后累积问题出来你就更难解决所以我刚刚讲说参与的问题，即使是说都会有很多参与的例子
那后来为什么会发展出环射检核嘛，也是认为是说这个很多敏感区它不到这个环评的2阶的那个架构嘛，或环评的架构，可是它还是要做生态检核嘛，所以这个才下去嘛。那个后来也发现不够嘛，所以就是一步一步要找出 solution。那我是觉得我们在很多的面向，其实参与跟协商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台湾的行政文化非常不够的。那另外我要讲说，我们台湾的民众，我们在公共协商文化也是很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常常有冲突就是一个小事情就可以动到肝火，不是在讲理的一个社会。我们台湾有很多进程是要往前推的，对。老师，您过往的研究在风险社会，我记得那时候看您的文章也包括就您的老师那时候有写一些这个气候变迁跟风险社会的关系他有提到，因为那时候气候变迁这个词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那他说这是蛮明显一个风险社会的体现那其实我觉得应该在10年前或15年前嘛，大家提到气候变迁，你去看那种做的民调啊什么，大家都说我愿意付一点力量啊，我愿意付比较高昂的价格去做。但是到今天在看到比如说像 AI 好了，像老师您有接触到一些就是未来 forecast 的一些资料到2030年可能某一家公司的耗电量是全台湾的1/4，对，可是这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没有感觉的，他可能只知道说这个股票会涨，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电源开发，然后最好停电不要停到我家，然后我们接下来有比较高的就业率。我不知道现在因为已经看越来越多的案子，包括新的这个科学园区的开发的这方面的评估也已经开始了，就是这一块跟传统我们在做这种比如说像在能源总体的一个规划上面现在跟以前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就是看到这个东西会有这个前景，那就是全部往这边走，那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可能就先放到后面，然后到最后又要再等一个反扑才会再继续往前进。现在就是说从国际的产业变局来看，台湾其实站到一个制高点嘛，我们是自己练功，然后像台积电这样，或是我们未来其实是 AI 的中心，因为台湾的供应链其实是很丰足的，是这个的确是台湾的一个niche的，所以台湾必须要在这个高点上面我常常听那个 IC 之音你们董事长讲的嘛，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子业去年的这个营收都超过1兆，那台湾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这么1兆美元是这样一个架构，台湾应该更有信心去规划自己的下一步。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部门的首长看到了，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看到的也是就是产业开发、科学园区，或是说未来这些未来的经济荣景。那在这个转折底下，我们就要去想象是说，那既然我们有某一些产业它的这个发展很强，那它怎么样去重新布局跟回馈台湾这个架构如果按照整个资料来分析阿甘问的这个就更大了，就台湾去年的制造业的 GDP 2024年制造业 GDP 占 37%， 20% 是电子业。那大家会想到下一个名词是不是荷兰病但是我们不随便去用这样的概念那我们的出口有 60% 是靠电子业，所以这里边就会产生是说，如果台湾未来是跟 AI 电子业半导体是锁定，那我们也担心这个半导体技术会被超越嘛，所以台湾一定要开拓更多的护国群山。那在开拓更多护国群山的时候，产业面、科学园区面，或是说各种社会经济在区域的布局，这个一定要重视。所以产业是第一步，产业区是第一步，可是你怎么样在做区域平衡，这个国发会现在注意到了。所以现在大家在谈什么近邻碳排12项战略公正转型里边，其实区域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台湾过去，因为在我的研究里边，就是我们在电子业2015年还没崛起之前，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高碳排产业为主的石化跟钢铁。那我的数据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现实台湾的这个温室气体碳排1998年从开始6氢1起到6氢4起，2007年到达那个峰值，大概 2.7 亿吨。那 anyway 台湾现在最多也到 2.8 亿吨 2.9 亿吨甚至3亿吨，这没什么了不起。如果各位看韩国那个数据会吓人，这个我在总统府也报告过，韩国是2009年是 5.8 亿吨2009年到了2018年他们拉到了 7.3 亿吨，这2年稍微下降到 6.9 亿吨，他们是在10年之内陡升了1亿吨。
那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了，所以他们现在是到6.9亿吨，大概到6.9亿吨，我们现在还是大概顶多到3亿吨，虽然我们说有更多的半导体回来，所以台湾基本上是可以去转换，就是说过去我们以石化业为基础支撑了社会经济的，必须要转型，这是一个事实。那石化业被迫要转型，为什么？这是国际市场。那我们国内当然过去我们的台湾的政府跟韩国政府一样，都不太敢给这种化石燃料为主的财团大的压力，都不太敢，那就是给他们一些财务 incentive， 给他们路径，请他们自己转型。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台塑也在做绿能台泥也绿能也储能也成功，这是一个转型成功的例子。那台湾这个转型之外，产业转型之外，其实区域的布局要开始注意。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通常就会说这个县市首长保证经济部保证用电不缺用水不缺，那这个 OK， 因为你要让产业放心。那下一个就要去谈说，那区域在架构的时候，它的衡平问题就会牵涉到我们刚刚讲的电水废弃物，这些在台湾过去长期如果大家还看过去台积电有一些委托废弃物委托被抓包的例子那个都我记得到2020年好像还有一起就说台湾在这一块的整体的战略要非常清楚，或者就是过去我们对环境或是对劳工尤其对环境的这个牺牲，现在不把它再调整好，有越来越多需要的制造业，这个是会需要抗胜的。如果大家还记得上礼拜这个国科会说这个科学园区到我记得说到2030吧，需要有3000公顷。那大家就吓一跳，我说那这3000公顷是怎么算来的？那这3000公顷怎么跟区域布局？我觉得这个地方当然政府行政单位它有一些机密资料，它不方便释出，可是这个在整体的规划一定要非常清楚。你想基本的水跟电跟废弃物，还有民众的健康，甚至我们讲居住正义，这个你必须要一起来考量。所以我刚刚讲嘛，就说台湾有一个产业有某个部分是龙井，那是一个骄傲，可是这个骄傲不能只停在那边，必须要回来更从区域用品来看很多地方，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就会累积嘛。那一个社会要累积信任是非常慢的，可是要垮那是那个在学理上叫做 asymmetry principle， 就不信任是一个不平等原则，一下就垮了所以那个累积性的东西是存在的。我现在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要找方法慢慢解套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经验嘛，遇到问题找出 solution 嘛，好好谈，绝对没有说强力抗争。所以我们台湾的媒体其实我觉得都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说大家在一些公共事务体上讨论的时候一定要持平像去年有一个报纸头条后来我也收到这个记者的这个询问就是说我们这个内政部要在国家公园的建筑物盖光电板就变成头版。那也访问了一些人然后有人就批评说这个内政部方向错了。我就想一个很简单道理，国家公园里面的建筑物盖太阳能板，如果设计好的话，它占的面积非常小怎么会把它报道成好像很负面的样子包括大家都去高速公路休息站嘛，如果高速公路休息站它在种的时候真的不要移植太多树，而盖很多太阳能板让车子进去反而是比较凉这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在台湾很多的报道里边包括我想之前那个张荣贵在当副署长的时候出现一个案子，就桃园的北塘媒体就报道说这个为了建太阳能板要消灭埤塘，就把埤塘整个水抽干后来去查证就说那是每年本来就会抽干的样子那就被报道成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台湾在那个氛围里边非常不好。因为其实在能源转型当然大家一定要参与有声音，可是媒体的责任是这个地方如果一直导向这种负面的东西，就会累积更多的不信任。那台泥那个在高雄储能案场那个我也用过他们叶永续长嘛，他也跟我讲说后来就喊停嘛，当然可能后来有市场的考虑，他说先把在意大利的做好 demo 回来，再让台湾民众有信心，就是说他们自己做了这个用水泥固守的防爆的这个，台湾民众还是不行，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厂区土地我觉得这里边就很多东西是累积性的不信任其实是需要慢慢沟通了。那当然沟通不见得有一下子一触可及就会成功，但是一定可能要找出那个路径像我学生其实现在在研究一样，就金轮那边也有厂商
就是很按照这个法规来要做族群同意，后来每次都开不成，所以他干脆就撤案哦。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个，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中央的政策这个都是要去盘嘛，哪一些地方即使是下棋嘛，你赶快找出一个策略来处理来解决。所以我刚刚才讲说，所以我那次在那个分组会议我就讲说，如果现在政府要把地热当成重要未来开发的那个，一定要去让很多你们划进的地区开发还没进去，就要开始进行做调查跟做 engage，让真的了解民众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去年底跟世界展望会就针对是非原住民区的全台湾有25000户吧，我们先调查15000户，就是低收入的这个家户。那这15000户低收入的家户，只有40%是接受到这个政府的中低收入补助，所以有60%基本上。所以你下去看那个能源贫穷的现状就非常强，你就知道需求在哪里，怎么在政策上想出一些 solution 去帮助他们，这个才能够真正你关怀人家，那你真正知道人家的问题，那你开始要去做一件事，再进去协商，这时候事情一定会比较 smooth。比我们是说政策先行区下去画下去，然后才厂商去开发，然后又没人辅导，厂商也很痛苦，对不对？我们也听过这个外国的厂商去做这个离岸风电的时候弄得非常辛苦的历史，对，所以这里边有需要多的一些策略。那我要帮公务员讲点话啦，因为其实现在公务员的负担量也很大，你说他也不是神通，黑暗沟通，很多到现场可能都是被骂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要去盘点，然后慢慢建构一些策略，然后这个中央单位当然会比较辛苦了，反正现在遇到问题就要盘点嘛，找出 solution，所以我想一步一步的应该都很有希望。老师您研究的可能比较多是比如说中央或地方，就是在政策方面的执行。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比如说像是以企业来说好了，就当一个绿色企业，它的产品主要是跟节能或者是绿能相关，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储能，通常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在开始做 business 的时候，一定现在都有很多的这报表要评估嘛，各式各样的一个风险，或者 S1、S2 的这大概都要去做一整个的盘点。但有些企业大家还在学习，有些企业应该已经被供应商就被 brand name 厂商磨的是蛮厉害的。那他开始在真的按照这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这个对于协助不论是民众重建，不论是对政府或是对厂商这些信心，或者是该如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是老师您看到可能可以作为未来大家也许可以往这边看齐，或者目前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案例？还是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不信任，就是当厂商真的想做，但是被磨到最后也没办法，那只好不开发，或者是像可能跟农地啊，刚刚有提到光电这个，就到最后还是抵不到这方的压力啊，那就变成又要回到原本那种地方彼此画 Paracan 的这种模式去进行。我觉得那个都是到执行面啊。我先这样讲就是这个能源局当时在2021年是有跟公民团体协商，就是在再生能源那个用电大户条款要从5000 kW 往下降嘛。其实那时候很多县市包括台中都已经800 kW， 就是那规定就是说用电大户使用超过800 kW 他就要建置绿能的绿电的义务装置容量，对，或是他那个后来这个东西到5000 kW 到我记得去年中底吧，就经济部宣布就说不调了，还是不动，就是用电大户条款。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我先讲这个面向就是说如果还是回到绿电的情况，我们的法规跟政策还是非常 follow， 非常应该是体贴企业啦但是它体贴企业造成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一个 regulation， 它其实它是不动的那这个呈现在哪里？因为我们昨天还在讨论我们第4年的TCFD 嘛现在 TCFD 已经根据这个 S1、S2 要写入年报嘛，对不对那其实都看到一个现象，这个我们是做在报告，我们6月11号我们富邦论坛我们要做一个是报告就是说事实上很多厂商，我们这样讲台湾其实前30大排放的温室气碳排厂商这个都很遵法规啦那他们也会做 TCFD 也会做很多相关的措施，然后到了这个之外以后落差就越来越大。所以当你的政策没有往前推进的时候，一直讲说是因为什么经济电价调涨或是什么，
所以这个企业都不太动。其实我们从2022、23、24，今年25嘛，我们做4波，每一波都看到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就是说基本上他会看2个，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政府的法规跟政策，而且政府法规政策，就你要端视政府法规政策，你才会动，这个比例更高。好，所以这个下去以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金管会或行政院要推这个绿色与转型金融，那我们今年看到数据跟去年数据看到数据，就是说真正去做气候绿色贷款的企业非常少，去做气候议和的企业非常少。那因为没有需求啊，没有政策需求，你还是问他还是说这个政策需求，他说不动，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动。所以我也当面可能跟金管会的这个主事人，我会跟他讲过嘛，就说你这个不动的话，你底下其实你要推这些什么转型金融或绿色金融是慢的，是慢的。那大的企业当然会有，那银行端我们去问，银行端受访都希望去推气候议和、气候财务，可是这边需求端是没那么强。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上，它在这边一直停在这边。那因为它有人抗胜嘛，就是说国际不景气啊，或者怎么样。我想这个所以要找出对策。好，那回到现实面，企业其实我了解，我自己也有亲戚我自己有表妹在类似那种外商公司，或是就是本土比较大的产业，我的朋友在，他们其实不用看台湾怎么规定，他们早就要做了啦。就是说他们的国外法人一定都会问嘛。那你不做，其实你就掉单嘛，这很简单嘛。去年新北市有一个很大的职场嘛，就是掉了苹果的单嘛。这个我们去访谈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讲哪一家了就的确掉苹果的单，这个很清楚。所以它大的企业，它连接国际的市场的供应链，它必须要做。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有一个落差。所以企业在做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自己因为品牌厂商的驱动，或是你市场的驱动，它一定要往前走。那台湾总体这个是要往上拉，可是台湾其实内部还是有很多问题嘛，很多中小企业就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这个地方是的确是，就是行政单位就政府部门要去打群体战嘛。比如说我们用一个研发概念嘛，大企业有研发的资金嘛，有绿色的资金嘛，中小企业都不发抖啊，都没人啊，你个闹机，所以这时候就要用联合研发或联合的策略去找出一个小军，去帮助这些可能还可以拉拔的。那更下面的可能他本来就在违章啊，在农地那个另外在处理。我觉得有一层一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企业本身在国际的市场端，它本来就走了，它本来就会往前赶快走。所以台湾这个整个要拉拔起来，是让各种力量都要在。那我觉得这个互相就是要去调整，要动态性调整。有时候当然是很多经济的主管机关会非常保守这个我们也可以抗胜也可以了解包括碳定价。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昨天在分析出来，那他们讲说为什么分析出来都是这个答案。去年碳定价大概10月就公布了嘛300块嘛，然后后来就 A 方案 B 方案嘛今年调出来的数据，我们是今年3月又最新的数据，我们找这个中华征信社他们做企业嘛这个最那个的嘛今年数据根本没进步，有的还退步。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是政策嘛，你的政策下去，那厂商更往后退这个我会报告出来了，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报纸的头条，会不会接到关心的电话，我都会在考量之中。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就是你的 A 方案跟 B 案出来，包括像我们启明部长都说这边惊了，这个 A 方 B 案下去，比如中钢一年只要缴4亿多，没有那么恐怖啦当然是这样让产业好嘛。可是这个相对的东西就是说就我刚刚讲的韩国那个例子，从2009到2018那个数据，韩国2015就实施碳那个 ETS，但他们其实还有一个转折，他们有部分不是真正的那个总量管制，一个叫 TMS， 就是我没有做到政府规定我那个碳排降低我就罚款罚款可以跟政府negotiate OK 你不要叫我去买 ETS 啦，我贵得要死所以韩国的碳排是从我这个都报告过，我在那边分会的总会我都讲过，说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现在还有一个担心我们因为2026要总量管制要并行我已经讲了说那碳费就还没 stay down 就要弄并行我知道这是产业去游说的结果所以这里边会有双轨。台湾到底是，我想我们跟阿甘都是关心台湾要真正减碳不是说那个
这个能不能到最后达到它真的制度要求减碳效果，这个是值得观察跟值得驱动的。现在看起来有点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好，老师，今天最后一题哦，因为刚刚已经有提到台湾直接的状况，那也看到目前在中央跟地方的甚至企业，我们如何在看到这一波，老师刚刚有提到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对啊，只是说我们这边有没有先做好预先的一个准备哦。可整体来看，因为现在看起来整个的升温哦，就已经不像当初我们如此乐观的希望能控制在 1.5 度、2度。那最近的报告是说，可能2029年就可能会突破2度了。那接下来虽然比如像 EV 这些销售量其实不如外界讲的这么悲观哦，就有些都绿色产业其实还是有成长的，但整体看起来好像大家对于绿色产业的前景反而不是那么热衷。现在当然现在都谈 AI 嘛。好像对于过去这种近邻啊，这种可以下一世代的，就跟几年前比起来不太一样了。甚至像 ESG 的这些指数啊，也是。你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比如以2025年来说，我们台湾终于我们这个碳费啊，才要真的要开始征收，然后接下来真的要开始做这个 carbon trade。就你这边预判还可能会再遭遇到哪一些的一个阻碍，可能会让我不知道碳费会不会真的又一直在延，然后会不会又说啊，因为国际景气啊，因为什么一直在延，又会回到好像理论上这个政策应该要好好的往下走，但又会碰到这样的障碍。你目前有看到这样的端倪吗？还是觉得现在的政府或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对于继续往近邻这方向走还是有共识？我觉得执政党现在对近邻的驱动，因为真的是去年开过很多会，我们现在有2个架构嘛，大家都知道是说，总统府成立这个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它是一个什么这个违宪的架构，然后我倒是不觉得，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开会，我必须要讲，我们真的，那我们其实是一个沟通管道，那它不是去指导行政院做，而是在行政院底下本来就有永续发展委员会。那我本来是批评永续发展委员会不 work 啊，那是另外的故事。可是现在是永续发展委员会底下成立一个气候变迁跟近邻碳排工作小组，那就是我们立勋副院长在 leading 嘛，所以他的架构是这样，他们那边开完会盘了以后，跟院长报告清楚以后才到总统这边，那我们这边委员再给意见又回去，他们就做修正，所以没有是什么上会总统府指导行政院的架构，真正执行面是在他们，所以他们才会盘出说在小英的时候的12项战略，事实上真的没有办法达到原来标定的2030 24+1嘛，所以后来才会进入了所谓的再有6项旗舰计划，120项计划又要加码下去，才会驱动到是说2030台湾有没有可能是28+2%？我觉得那个不是在玩数字游戏，而是真正他们下去盘。所以那当然现在先动的时候去动国营企业，看他们真的需求什么，那绿色资金就要进去。这个架构，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个赖政府还是很重视这件事。那我们现在回到国际的趋势，就大家知道川普这个取消那个 DEI 嘛，然后现在也开始他们对 ESG 有一些诉讼或是什么，那的确欧盟也因为乌俄或是川普的因素，所以他现在那个 CSRD 就是欧盟的揭露的这个指令跟欧盟的 CSDTT 就是那个禁止调查法案，就供应链法案，然后都要往后延2年。老实讲，我从去年我们一定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想，那我是觉得这对台湾是天大良机啦，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既定的轨道，就国际市场是在走这一个，因为呢你未来还是走绿色跟创新，那一样嘛，化石燃料一定还会发展一阵子嘛。我举这个例岔开，就是日本的这个 vehicle company， 他们是游说日本政府不要完全走电动车，他们认为 hybrid 是未来的主流，所以他们事实上有很强的游说，那这个是市场端的架构。可是你回到台湾这个架构底下，就是说台湾过去其实你说我们碳费真的一下子要从300，跟碳费委员会2年后就下来了嘛，又要换一个，但是他们当时有做一个决议，2030台湾的碳费可能至少要到1000块台币嘛，就是1000块台币多一点，那这只是他们的期望，OK。可是现实上就是说台湾可能要趁这段时间赶快运作，赶快让很多 company 赶快学习起来，像台达电早就碳费就是已经碳定价，内部碳定价已经是3000多块嘛，甚至更高$300，300美元，哇，那更高啊，更恐怖嘛， 9000，对，9000好，所以这就是说台湾的产业
能够在这个地方赶快转的，其实反而是因为这个国际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知道一个内部有一个稳定的因素，是还是会往全球的市场去走去。因为我还是讲，最后大家还是绿色驱动市场。你想想看嘛，过去大家会厌恶用童工制造的鞋子，对 Nike 嘛，对不对？成衣这些你要在国际的高端市场，甚至国际市场，那个一定都会往那边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方向是会往下走的，虽然会遇到一些阻力。那美国当然也会影响非常多，可是台湾应该是趁这个时间点重新调整内部。那我想调整内部的战略就刚刚讲的各个面向，那现在包括碳定价或是碳费或是总量管制，就说台湾可能要去驱动这个面向。那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刚刚阿甘问的问题，现在其实已经都可能420几 ppm 了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二氧化碳浓度，所以2029可能就会达到450 ppm 了嘛。那其实是越来越热。各位，我们大家可以记得吧，2023年跟2024年都是全球最热的时候。大家如果再去想想看，那2023年那个夏威夷，还有那个加拿大那个森林大火，那个烟蔓延到北美洲，就是这个是一个危机。台湾最后还是会被问一个问题。你们供应链强了，你们半导体强，你们电子业强了，可是你们排碳这么多，你们台湾一定会被国际反馈边台。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早在内部做准备，产业准备，市场要转型，然后我们民众的想法也要转型。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要往正面赶快去驱动，要克服很多因素，大的方向是这样子。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析很多，就是可能过去大家在看到相关开这些会，可能不知道说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以看到老师所分析的这些资料，就其实基本上在整个政策我们还是持续往下走，当然这中间的逆风可能是必然的，对，但是终究没有人喜欢，或者说没有人能够在一个你升温2度C 3度C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依照目前我们这个 B40-U9 的一个方式进行这个必然是要做一些改变的。那也许这对逆风对台湾来说反而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就看我们能不能掌握到这个机会。好，今天就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气候战役在台湾，我们下周见。谢谢大家。以上节目由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独家赞助播出。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邀您一起环保节能爱地球。